NVIDIA 到底还有没有成长空间呢？嗨，我是学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今天这集我们就来看看 NVIDIA 最新的财报，以及它到底还有没有成长潜力。NVIDIA 第二季营收是467亿美元，创新高，然后也超出了公司原本的预期，更超过了市场原本预期的460.6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6%， 比上一季增加了 6%， 营收表现算是蛮好的哦。那针对营收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再来细看一下哦。资料中心的营收是410亿美元，稍稍低于了市场预期的413亿美元，这也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在这个 AI 核心部门没有超越市场的预期。所以前几天财报一出来之后，盘后市场就小小修理了一下回答，盘后跌了大概 5% 左右哦。那里面的这个 Compute 营收是338亿美元，年增 50%， 季减 1%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 H20销售减少了40亿美元。至于为什么营收可以年增 50% 呢？其实是因为Blackwell 架构的销售是有所成长的，而且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还贡献了大约有 50% 在这个资料中心里面。换句话说呢， NVIDIA 其实真的是蛮仰赖这一些大型的云端供应商的。然后 Networking 的营收其实也很不错哦，年成长 98%， 季增 46%， 来到了73亿美元。那这个其实是受惠于 NVLink 跟 AI 以太网络领域的这个销售增长。再来游戏的部分其实也表现得很不错，第二季营收年增 49%， 季增 14%， 那这个也是受惠于 Blackwell 产品的销售的增加。那至于其他部门呢，营收成长的状况其实也还算蛮不错的，所以 NVIDIA 整体的营收季成长有 6%， 年成长高达 56%， 整体的表现真的是很棒啊。那主要的影响呢，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H20的部分少了40亿美元嘛，那如果没有这个影响的话， NVIDIA 的营收应该是会更高的。再来我们来看看毛利率哦，这一季 NVIDIA 的毛利率是 72.4%， 上一季是 60.5%， 去年同期是 75.1%， 季增了 11.9 个百分点，年减 2.7 个百分点哦。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，主要就是因为去年公司是以 Hopper HGX 系统为主，那今年呢公司主要是以 Blackwell 为主，所以它整体的毛利率比去年低了一些些。那至于季增 11.9 个百分点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因为 NVIDIA 在上一季卡了一个政策问题嘛，导致它的 H20 库存过剩，所以就提列了45亿美元的这个损失。以公司整体的状况来看虽然这个毛利率的部分是年减，但是营业利润、净利跟 EPS 都是上升的。营业利润年增 53%， 净利年增 59%， EPS 年增 61%， 来到了 1.05 美元。市场预期的是 1.01 EPS， 所以呢 NVIDIA 的整体获利状况其实还是蛮好的。然后往下看你也可以看到公司的现金其实蛮多的， NVIDIA 手上留有大约568亿美元的现金，比去年同期的348亿美元还有前一季的537亿美元都还要更多。那这个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营收有所成长嘛，当然还有一部分被库藏股买回给抵消了，不然应该会更多。但 anyway， 现金这一项在公司所有的资产当中目前是最庞大的一项哦。而且你可以看到公司的流动负债远低于手上的现金，就算债务上有任何急迫需要偿还，你看它流动负债的金额比现金还要更少嘛，就算长期负债这个 long term debt 也临时需要清还，那现金呢也其实还是可以支应的啦。如果把这个长期负债的8466加上刚刚上面的这个流动负债24257加起来是32723，那现金的56791也还是付得起嘛，完全可以 cover 得过来。那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其实就代表说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是蛮健康的，基本上风险不是很高，即便真的发生了什么临时的状况， NVIDIA 理论上应该还是有能力去做应变的。至于这一季的营运现金流是154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5亿美元，但是低于上一个季度的274亿美元。那这个主要呢是因为公司这一季缴了比较多的税金啦，所以现金流才会比上一季低一些些。然后8月26号董事会也批准了600亿美元去买回库藏股。 OK， 总的来说呢，我认为 NVIDIA 这一季财报真的是蛮好的，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我会给他90分。是说我一大早就起来看财报录影，跟你要一个赞应该合理吧？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，那 NVIDIA 这间公司还有成长性吗？它已经这么强了，还会继续变强吗？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跟我一样虽然 NVIDIA 本身已经很棒了，但是更在意的是公司有没有成长的潜力。不过在我讲 NVIDIA 未来的成长潜力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容易挖掘到成长股的工具 AlphaPix。
AlphaPix 会在每个月的1号跟15号推荐2次股票，那他推荐的股票基本上都会把公司的基本面、估值、价格动能、成长潜力、获利能力等等全部都考虑进去，甚至还要求至少要连续75天拿到强力买入的评级，然后市值也要高达5亿以上，而且是过去1年没有被推荐过的才会推荐给你。也就是说呢，它会每个月自动推荐2次全方位评估起来都很不错的公司，而且只要一订阅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过往所有历史推荐的股票。我记得至少有40只以上可以让你筛吧，节省你自己的选股的时间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它涵盖的产业类型也蛮多的，包括一些科技股啊、医疗类股啊、消费品类股啊等等，很多的产业都有。然后它还会提供你一些买进卖出的讯号，当有评级变成是卖出，或者是有新的推荐的时候，它甚至还会透过 email 的方式去提醒你，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啦。那当然这些只能当做参考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，我也不建议你照着它的讯号去操作。这个工具只是帮助你去整理资料，协助你去筛选股票的一个辅助工具，最后要不要买要不要卖还是取决于你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确认符合你的投资策略跟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再去操作。连结我已经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了，现在使用我的连结订阅还可以享有$50的折扣，相当于省下1500块台币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订阅起来哦。OK， 那我们再回到主题，从几个点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NVIDIA 其实还是很有成长潜力的。首先第一个点就是 AI 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规模还是非常庞大的。黄仁勋这一次在法说会里面就有说，预估到2030年全球的 AI 基础建设支出将会高达3到4兆美元哦。在这个领域呢，只有前4大的云端供应商的年度资本支出可以达到6000亿美元，而 NVIDIA 在这个之中就占了35%。你看只有4间公司，它就占了超过1/4。所以以整体市场的角度来看 ，NVIDIA 还是非常有成长潜力的。第二个是产品面的升级，我们都知道 NVIDIA 不断很努力的在提升他们的产品品质，提升产品的效能，包括 Blackwell、GB300、Rubin 等等。那产品效能提升，对于公司未来的营收当然就很有帮助了。第三个是 AI 整个市场仍然在快速的扩大，推动了更多多元的应用，包括很多的企业内部都在用 AI，SaaS 工具也在用 AI， 工业产业、医疗业、汽车业、机器人等等，这个多元应用的范围目前还看不到尽头。再来第4点就是公司自己也预计下一季的营收大概会在540亿美元左右，正负个2%。这个预期是假设没有任何 H20出货到中国的情况下哦。那如果实际上有出货到中国的话，就应该会更高。至于毛利率的部分呢，公司也预计会维持在 73.5% 左右，那正负50个基点这样子。预计年底毛利率将会维持在75% 左右。OK， 虽然前面这一些看起来 NVIDIA 真的是非常的有潜力，公司给出的指引也非常的不错，还是会成长的，但还是要注意哦 ，AI 的基础建设跟资料中心的建制本来就会受到电力、散热等等的基础设备的影响的瓶颈的限制，所以如果 NVIDIA 想要继续的成长，加快他们扩厂的速度的话，就要想办法克服这些耗能跟供应链上的问题。那除此之外，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啦，比如说美国总统的政策变化啦、利率的变化啦、是否能深入中国市场等等，这些都是 NVIDIA 高层未来可能要面临的不确定性。那你目前是打算 A 继续买进辉达股票， B 继续持有等逢低再买，还是 C 来不及上车也不想上车了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，记得要帮我按个赞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